不得了不得了，3个挖机挖鱼塘，再来一个就可以抽一桌挖机打麻将。我要不是跟你说这里是个鱼塘，你可能还以为这只是一块荒废多年的地。今天我们将对它进行一次彻底的修复。提及到挖鱼塘，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养鱼，其实它最主要的作用是用于农业灌溉。这便是今天修复鱼塘的意义所在。我们先着手清理杂草树木。你瞧，这竹子长得何其茂盛，密密麻麻的遍布鱼塘四周。我负责清理这边，另一台挖机则清理另一边。挖掘竹子时也是有小技巧的，可别用挖机去搅动上面，那样忙活一整天也清理不干净。直接挖取竹根底部，如此方能快速而干净地完成清理。清理出的竹子移至一旁，最后统一进行处理。又有一台日挖机加入战场，清理的速度又加快不少。3台挖机的效率不用说，速度很快，竹子肉眼可见的速度不但减少，我们也大概看到了鱼塘的原貌。站在鱼塘边上，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些被岁月侵蚀的鱼塘四周，仿佛在向我们诉说着鱼塘的沧桑。鱼塘的底部虽然干枯，但依旧可以看出曾经的轮廓和深度。到时候经过我们的修复，肯定再不会如此。他们的工作进度真是出乎我的意料，速度之快令人咋舌。我因家中有事暂时离开，但回来时堤坝旁已经出现了一个堆泥坑，堤坝边的泥巴几乎被清理得一干二净，那些碍事的竹子也已被妥善处理，旁边的护坡也初见成效。这2个家伙干活真是毫不含糊，看来是不打算给我留一点余地。我立即投入工作，决定与他们抢活干。虽然我不清楚他们是如何安排合作的，但我看到小挖机正在挖中间的土往边上转运，显然是在准备覆这边的坡。于是我决定效仿他们，开始着手填土覆坡。覆坡的过程并不容易，但我没有丝毫的退缩。我小心翼翼地将土填入坡面，然后仔细拍打烫平，力求做得比他们那边还要光滑。覆完坡后，多余的泥巴我就往后面转。经过商量，我们决定将这些泥巴堆放到一块地里面，并将其整平。这样一来，不仅解决了泥巴的吃相问题，还给上面一块地增加了一层肥沃的土壤。到时候种点洋芋、土豆、马铃薯，那收成不得了。3台挖机排成一字形，犹如一条巨龙在舞动。小挖机从中间转过来，我将泥巴甩到边上，日挖机则将泥巴挖到上面的地里面。我们尽量多堆些泥巴上去，这样鱼塘就能挖得更深，装更多的水。经过一番努力，鱼塘经过挖深、覆坡、修复，鱼塘里面已经是焕然一新，上面这块地也给它堆满搞平了。看着眼前的成果，我心中充满了成就感。我们3个挖机的合作也到此为止，接下来将分道扬镳，各自忙碌。我继续负责将未覆完的坡面处理好，而他们2个则负责将堤坝旁边的泥巴彻底清理干净，露出硬底，为接下来的堤坝加宽和修整做准备。我认真的覆坡、填土、烫平，力求做到最好。当这边的工作完成后，我又将挖机开到另一边，继续填补修缮这边未完成的坡面。多余的泥巴同样的往后面转。在他们将堤坝清理干净，露出硬底后，开始从底部填土并来回碾压，以确保鱼塘的堤坝不漏水。鱼塘之前一滴水都不装，我猜测可能就是因为堤坝漏水的原因。现在经过我们来来回回反反复复的碾压修复，这个问题应该得到了解决。堤坝加宽时明显缺土，日挖机就在旁边地里面深挖了一个眼，使土转润过来。小挖机则负责连转带推，将堤坝一层一层的加宽并压实。等我把这边的覆坡工作完成后，也开过来帮忙转运土。3台挖机排成一条线，效率倍增。工作间歇，我还遇到了一条狗从泥巴里面走过去，我原本还担心它陷进去，没想到它走过来一点事都没有。看来这里的泥巴干得很快，已经变得相当结实。堤坝加宽填好后，我开着挖机来回碾压了一遍，确保堤坝的牢固性。接着我们3个继续合作，将剩余的泥巴转运到取土的地方进行换土工作。这小挖机真机智啊，偷偷摸摸还带了个袋子捡防晒，这一看就是个会过日子的人。
这晚上又给家里面多添了一个菜。剩下的泥巴被清理干净后，我就因事离开了，堤坝的坡面就交给日挖机去修整了。当然，为了验证鱼塘修复后的效果，我特意挑选了几场大雨后的日子，再次来到了这片工地。当我踏入鱼塘的那一刻，眼前的景象让我惊喜不已。鱼塘里已经蓄满了水，水面波光粼粼，仿佛一面镜子，映照着天空和周围的景色。虽然由于刚下过雨，水看起来有些浑浊，但我知道这只是暂时的，等过一段时间，泥土自然下沉后，水质就会变得非常的清澈，那时鱼塘将呈现出它最美的面貌。我站在鱼塘边上，欣赏着这片经过我们共同努力焕然一新的水域，心中充满了满足和喜悦。今天鱼塘修复我们就搞完了，搞完收工，我们下期见。就很棒。